中国与新加坡深化防务合作，多国对华示好，美国的东盟战略面临溃败。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棋盘中，对东盟影响力的争夺可以说是其印太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能在东盟撬动中国敏感神经的主要是3个国家：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菲律宾与美国签订有军队访问协议，算是没有美国驻军的盟友。但是自从杜特尔特出任总统开始，美菲关系就越走越远。马克思当选总统后1个月内，共3次表达了对菲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这让美国非常失望。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但该国一再向中国承诺不会引入域外力量对抗中国。越南总理的胆子现在非常大，甚至敢在美国说出不怕任何人这样的重话，所以美国想拉拢越南对抗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希望。只有新加坡这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在安全策略上仍然紧跟美国的脚步。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新加坡成为了东盟之中唯一因俄乌冲突宣布制裁俄罗斯的国家。美国在新加坡设有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海军基地，但是也不等于该国会完全倒向美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因为访美时为中国说话，被美国人称之为北京的耳语者。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与新加坡正式恢复了双边军事防务合作，可以说这对美国的东盟战略又是一记重击。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会谈中重申将恢复因新冠疫情而暂停的双边军演，以加深新中防务合作。有趣的是，魏凤和与黄永红的会见场景，2个人进行了热情的拥抱。新加坡国防部发布的文告称，魏凤和的到访凸显了新中持久、热情和友好的防务关系。魏凤和访新期间，也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举行了会晤。这个待遇恐怕并不比美国人差。新加坡除了与中国恢复双边军演，还签署了2项协定。一项是关于5年军事人员培训合作的协议，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能到彼此的国家参与培训课程。另一项协议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军训学院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签订的学术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2国军队之间的学术交流。新加坡因为国土面积太小，虽然拥有比较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装备，但是无法进行规模较大的正常训练，连部分战斗机都要部署到美国，在遇到紧急情况和准备打仗的时候才飞回来。过去几十年，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新加坡军队的部分训练曾在台湾进行，甚至与台军一起演习。此次中国大陆与新加坡加强军事合作，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未来新加坡军队的部分演训或许会转移到中国大陆。如果考虑到中国可能在柬埔寨建立首个亚太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整个东盟与中国的防务合作关系将明显地跨上一个新台阶。东盟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在近日的讲话中强调，中国是反帝运动的先锋，一直是印尼的好朋友，并呼吁各国尊重中国的复兴。其实，印尼正在发展的国防军工自主战略，大多是在中国的支持下进行的。就连参加此次香格里拉会议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与魏凤和会面，也在积极地缓和双边关系。马尔斯称，澳方的政策将保持稳定和一致，寻找与中国的合作途径。2国防长见面前，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法瑞尔喊话中国官员，希望恢复贸易关系。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竞争，美国过去一直在安全战略上占有优势，中国则在经济合作上领先。当新加坡开始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防务关系，
当中国有可能在柬埔寨建设军事训练基地，当澳大利亚不再愿意挑衅中国的时候，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整体竞争面临着失败。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未来或许只有日本才是美国挑衅中国的战略支点，这就有点孤掌难鸣的味道了。美国想要重塑中国的周边环境，最后可能发现自己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弱，非但无力逼迫其他国家站对美国一边，也无法阻止更多的亚太国家靠近中国。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是尴尬还是沮丧？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